今天我们来分享关于 Obsidian 公用的另一种尝试。我们要把浏览器里面原本会放入书签管理的超连结，改放到 Obsidian 的笔记里面来做管理。原因如下：第一，用 Obsidian 笔记，我们可以对常用的网站做更简单、更方便的分类跟排序，更容易的能够组织出我们需要的使用的类型。第二，只要像写笔记一样的输入超连结的语法，我们就可以形成书签管理，比在浏览器里面的书签控管在操作上更为方便。第三，除了对外开启网站这样子的超连结的形式以外，我们也能够做出内圈与笔记的一个形式，在服务的操作上能够更快速、更简洁。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制作这个超连结笔记的一个步骤。因此我们会形成两种书签的一个形式。第一种就是要把书签开启在浏览器里面，那这一个功能呢，我们会使用 Buttons 这一个外挂来达成。那第二个我们要把超连结放在我们的笔记里面，来提供即时的服务。这个时候我们使用的是 HTML 的标准的 iframe 的标签。那为了能够更美观呢，我们会再加上 Admonition 这一个外挂。那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功能的展示。像我们现在右边这个呢，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我们超连结笔记的一个范例。我们在这边呢，最上面就是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直接开启的一些书签。比如说我现在要去看中文词典，因此我点击一下，它就会在浏览器里面呢把这一个我们需要的这一个词典的网站给开启起来。那或者是你要看这个表情符号的词典，点击一下呢，它也会立刻跳到这个表情符号的网页里面来。那这个像这一种的超连结我们以前通常都是会使用像这些书签的方法来达成。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给集中在我们的一个笔记里面。那另外第二种形式就会使用这个内嵌的做法。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Google 翻译，我们像这边的 Google 翻译点击以后呢，它是直接开启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因此我们的视窗会切换到浏览器。但是假如说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在Obsidian 里面直接来做这个翻译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内嵌网页。那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点击这个内嵌的这个 Google 翻译，那这边就是使用 Admonition 把它给包起来。当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给收起来，有需要使用的时候呢，就把它给开启起来。那在这一边呢，就可以直接做输入了。比如说我们查询 Chrome 这个字，就查到了是乌鸦。类似这样子，我们是直接在Obsidian 的笔记里面直接就马上就做查询，不需要跳到浏览器外面。比如说我们的中文交换码，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功能给开启起来。比如说我要查询这个年这个的简写字，那这个我们对岸是都讲成詹啦，那我们就开始查询，就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就会有所有的拼音的方法，还有我们仓颉输入法使用的字码等等，还有它的部首，像这些资料呢就可以马上显示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内嵌网页的一个做法。那后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形式是要怎么实际来撰写。我们先来看看开启在浏览器里面的这个按钮的写法。那当然就是使用 button 这样子的整个语法来撰写。就是首先我们会给一个名称，然后它的形式呢是链接link， 然后它的 action 呢就是我们需要的网址。那这个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来替换这一个你常用的服务的网址，然后可以指定一个颜色。那最后面我们还要再给一个它的一个区块的代码。那这个区块的代码呢都是要用button dash 开头，然后后面就是你随便根据你这个网址给一个名称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只要形成这样子的一组按钮。那要使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使用 inline 的 button 来使用它。那在这边呢，我们的在浏览器开启这边呢，就直接使用我们刚刚的区块代码，然后用这个 inline 的方法。inline 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区块代码，那不要写到 V 那个符号，用这个倒引号把它给刮起来，这样就可以了。那通常为了方便，我会把它独立到专门放按钮的笔记里面。比如说我们这边呢就会有一个 buttons。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所有的按钮呢，通通会集中在这一个按钮里面，这个按钮的笔记里面。那这个就是使用按钮的一个写法。那内嵌网页的写法也很简单了，我们在上面就是
透过区块代码的跳接的方法在这边形成了一些的超链接那点击了这个超链接以后呢，它就会跳到我们这个指定的区块代码这个位置来比如说我们这个 Google Translate， 如果我点击了这一个超链接的话，它就会跳到这个位置来。那在这边其实我们很简单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这个 iframe我们使用了 iframe 这个标签，然后在 src 这个属性里面呢，定义好我们要操作的这个网址那这样子就可以形成我们的一个内嵌的网页了那后面在这个外面我们再使用这个 admonition把它给包起来那让它形成是一个比较美观的形式。那当然如果你不需要这个 admonition 的话你这个 admonition 的这些语法像这些倒引号呢，其实是都可以把它给拿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形成的结果当然就是像我们刚刚操作的这个做法，有需要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展开，就可以马上做操作了所以其实它的整个这个操作的语法也很简单。那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两种形式其实它使用的超连结其实是同一组比如说我的 Google Translate， 我在按钮形式的时候呢，我的 action 呢是这一个 translate.google.com， 但是我在内嵌的网页的时候呢，我这边的 iframe 呢其实是同一个网址那为了方便能够同时产生出按钮形式跟这个内嵌的形式所以我另外写了一个 template 的脚本。透过 template 的脚本呢，我可以一次就把我需要的这一些网址给产生出来。那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template 的网址，类似这样的形式来做啦，然后把你的所有要用的网址通通集中在这个模板里面。那将来有新的超连结要加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在后面再新增一个新的那它就可以根据你这边的设定呢，就可以自动的产生出需要的那个按钮跟内嵌的网页出来了你就不用再自己去维护刚刚的 buttons 跟admonition 它这样子的语法。假设我们这边通通都做好以后我们来产生一次给大家看比如说我现在的超链接的网址是这个惊叹号 WS 网络服务这个网页那这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其实就是使用 template 的这个模板产生出来的。我先把这个内容全部删除掉，然后点击校用 template 样板的 hotkey然后在这边呢，我就输入找到我的要使用的这个产生超连结的这一个模板以后呢，点击它就马上产生出我们需要的这些网址。那它这个网址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写在我们的 template 那一个模板里面的所有的这一些网址。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自动根据我们的模板来产生我们需要的这个网络服务的这一个超连接的笔记了。那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尝试了一下把所有我们浏览器经常要开启的书签把它改成使用 Obsidian 的笔记来做管理，尝试一下也许能够带来更多的方便。今天就分享这一个小尝试给大家，希望大家有空试试看，也可以试看看，看看会不会真的比浏览器里面的书签管理来得更方便。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